Hello，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身为一名独立开发者，我肯定要为大家谋取一波实打实的福利。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写的开源免费的服务器自动化部署插件 Watchdog。对，为了这个项目，我甚至专门为它设计了一个 logo。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刚刚在本地代码里熬夜改完了一个极其复杂的 bug， 当你心满意足的点了提交，上传到了 GitHub， 按照传统的流程里，你还没有结束，你必须要打开 SSH 终端，输入密码或者登录密钥，然后切换到你的项目文件里面，接着才能拉取到最新的代码。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遇到冲突你还得在终端里面手动解决，最后还要手动敲命令重新启动服务器。如果你每天只更新一次，那这还能忍受，但如果你在做高频的迭代，每天要提交20几次呢？这样你每一次的提交都是为了要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但在看这个问题解没解决，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接下来你们肯定就会有疑问，既然觉得麻烦，那为什么不用同类的产品呢？比如说现在的 Jenkins 和 GitLab Run。没错，它们确实是重兵器级别的神器，但如果你真的去尝试的话，就会发现，对于我们个人开发者而言，他们的门槛和代价实在是太高了。比如说 Jenkins，你光是想要把它装上，系统就会疯狂提示你要安装各种特定的 Java 环境，都会增加你的安装门槛。GitLab 呢，不仅针对着企业极其繁琐的注册信息收集，并且的话，这个工具它也并不是免费的，是重度平台绑定的。如果你想在其他地方上使用，那你得搭建复杂的镜像仓库。重要的痛点在于，它们两个第一极其消耗资源，第二，它们还很有可能会被网络墙。在我们个人开发者手里，拿来跑个人的博客、独立的项目或者是后端的 API 的服务器，这些往往只要很小的服务器就可以。你如果安装以上说的这两个的话，单单是启动 Java 虚拟机就会直接报错，服务器甚至直接卡死。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开发这个的根本原因。在设计这款工具的时候，我给它定下了3个目标。第一，它必须要极其轻量，它基于 Python 和 Flask 构建。你知道它有多轻吗？它的全部文件通通都只要200多 KB， 并且为了极致的效率以及极少的资源占比，它完全就是由事件型驱动，绝大多数的服务器都完全不在话下。第二，极其的高扩展性与完美的结构，这也就是我做这个比较骄傲的一点。它的核心已经被设计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监听枢纽，你可以把它的主程序放在任意的服务器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单独给它建一个不相关的文件，它也绝对不会污染你的业务代码。要做的就只有3步：第一，先把文件下来放到服务器上；第二，做脚本，然后放到你的业务文件里。3就是连接下载主程序。就因为这种设计，无论你是单服务器跑一个项目，还是
单服务器跑10几个不同的项目，甚至未来扩展到很多台服务器时，它都能完美胜任，互不干扰。以下就是作为我们开发者最为忌讳的一点，代码必须要绝对透明。作为一个开发者，我非常讨厌那些你根本不知道底层究竟在干嘛的黑盒工具。因此，在这个设立之初，我只提供核心的监听主程序，而最危险、最重要的部署执行部分，也就是那个脚本，我也只是提供模板。你有绝对的权利去审查它、修改它，完全不挑平台，不强迫你学新语法，不污染你的代码库，它也不挑网络。那原理讲完了，我们现在就进入真正的实操环节。这是一份从零开始的保姆式教程，只要你跟着我做，5分钟以内就能拥有自己完整全自动流水线。首先，你先用 SSH 连接到你的服务器，输入这个命令，把它克隆下来。为了保持目录卫生，我们直接就来到用户的主目录里。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收藏，记得去我的 GitHub 里面点个收藏。由于它极其轻量，依赖极少，我们直接运行它的安装包，直接安装秒级完成。接下来打开慢主程序，找到这个字符，这就是我们项目登记册。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的逻辑，这里极其重要，左边的是键名，必须和你的 GitHub 上的仓库名称一模一样。然后 pass， 然后填写你服务器上业务项目的绝对路径，记住是绝对路径。然后下面一个就可以默认不管，或者你想起个新的名也无所谓，只要保持一致就行。接着 branch 写你要监听的分支。如果你有多个项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下面追加即可。最后一步就是保存退出。现在我们来到你部署业务的项目文件里，在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下面这个默认的脚本文件。当然，如果你改了的话，必须要保持一致。不过我一般还是建议用默认的。我建议直接使用我提供的模板。第一行，这是什么呢？它主要就是强制脚本进入你网站的文件夹。如果你不写，你的代码很可能会被拉取到服务器的根目录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取代码的3板斧。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在服务器上有人不小心改了文件，普通的提交会直接报错卡死。但这里的3句话的意思就是，放弃服务器上的所有本地部署，100%强制 GitHub 的最新代码。然后就是杀掉旧进程，输入下面这个的指令。最后重启服务。注意，脚本写完保存后，你必须要执行 Ctrl+X， 授予它权限，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权利运行这个脚本的。这一步一定要执行。接着我们回到主程序的项目文件里，我们要让管家在后台持续运行，执行下面这行代码。现在它就已经在5050端口安静的等候了。也可以尝试输入下面这行命令，实时窥看它的工作日记。第5步的话就是第5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去你的 GitHub 仓库页面里面
点击设置，然后接着最后填写你的，最后选择你下，点击保存。如果你刷新页面在前面看到了一个绿色的勾的话，那恭喜你，已经完全成功了。我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工具的，我自然也踩了不少坑。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踩的坑为你们分享一下。如果 GitHub 报超时的话，且服务器毫无反应，那么100%就是网络被抢了。要怎么解决？你直接去你的云服务商的控制台里面检查安全组或者防火墙，手动放行5050这个端口的 TCP 流量。症状2，服务器启动慢报错，这个并因有幽灵程序占用了5050端口，大概是你之前测试的没关干净，解药直接暴力取消输入下面这个直接，然后重新启动。症状3，日志显示但网站代码没变，并因要么是你本地的代码只是上传没有提交，要么就是你服务器的文件绑错了远程仓库。怎么解决？你直接在服务业务的目录下执行，然后检查一下网址，看一下对不对，最后再重新输入这个即可。印证4，执行脚本的时候，代码被拉取到了服务器的根目录里，那你的脚本里肯定是忘记写了绝对路径。解药怎么解决？删除掉根目录不小心生成的 Git 文件夹，然后去脚本上添加一行 cd 命令。最后日志报错，你服务器上的业务文件夹根本不是一个 Git 仓库，管家也不知道怎么拉取。怎么解决呢？就是直接进入业务文件夹里依次进行，然后绑定仓库，最后做一次拉取初始代码。其实我们在做开发的初衷是为了创造，而不是把生命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的部署上面，所以我希望我开发的这个工具能够真真切切的拯救你们服务器的内存，把时间还给代码本身。这一期的教程我基本上把能填的坑都给你们填平了，当然如果你们在实操中遇到了其他奇奇怪怪的情况，不要慌，直接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只要我看到了都会尽全力帮你解决。那么又到了大家最熟悉的环节，如果这个工具实打实的帮助到了你，那么希望你能点击我的视频简介那里的链接，去我的 GitHub 上为这个项目点一个珍藏的收藏。当然如果你是隐藏的，在观众你的大脑觉得这个代码还有很多优化或者新增更多功能，我极其感激你能提交 PR。你有更好的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探讨。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硬核教程对你有帮助，那么请毫不犹豫地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个赞吧。